现在是6:43，我们先去看一下。哦，今天是2号院要请大家。这个路有点滑，我在后面。哎呀，这个地方是真的有点，哎，可以。哎，到了耶！有野七。啊，有嘢食餐吧，就是有东西吃的意思。今天挺闷的，我冰了一些蜜水，口感就像用水果现泡的一样新鲜。这蜜水真不错。这儿吗？哎，他们俩走在一块儿。哦，因为一个院儿的嘛。哦，真不错。哎，hello，哇，这么隆重。Hello， 请坐。欢迎来到我们的浪漫晚餐的宴席现场。怎么做呀？反正我们俩是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啊。那你坐这里吧，我坐这里，可以吗？好。我觉得应该是这里，这么漂亮。哎呀，他们俩，一个背着琴，一个背着尤克里里。 Hello。Hello， 哇，真的带了吉他哇！你们东道主都不告诉我们怎么走。请坐，请坐。那我们人齐了，人齐啦。今天这一身很适合你，非常适合你。然后这个裙子也很美啊，谢谢。 ，bling bling 的。对。难得到了一个适合我的。可以问问今天准备的餐食吗？可以，来，你们可以猜一猜我们点。可以看一下。我真的好饿。菜来了。哇哦！来，我先帮大家盛汤。是想吃菜 ，OK。 哎呦，绅士，很绅士哈。谢谢。够得到吗？够得到。谢谢。 那个琳琳坐在那儿中间，他如果跟那个迪迪换个位置，他就跟纯纯挨一块儿了。但是他要是换个位置，可能纯纯就不坐那儿了，纯纯和峰峰就会换个位置了。同意。所以这会儿就要尝试一下，我愿意看点这种变化，随意组搭一下。通过这种方式看一下纯纯的意思。好吃。这样，哎，接龙，这儿好不好？尝一块。肥不肥？哇，好多好吃的，来都来这了，怕什么肥？我已经放弃减肥了。就是大家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会有抱着一个想法，就是我谈这段恋爱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结婚吗？都有这个期许吧。大家沉默了。我每一段都是。是的，每一段都要结婚，要甜蜜，要浪漫，要满分。迪迪，我很好奇，就如果大家一开始在一起的话，是从50分或者及格分这样慢慢往上加的呢，还是说100分开始慢慢减分？好问题。慢慢加的。对，我是零往上加，啊，那就是纯粹的感情动物。因为我对人的信任感是非常难建立的。啊，就是我的感觉就是，比如说到了80分，我们就可以在一起。哇哦！但是呢，
在我的世界里，每次扣分只扣0.1，但是每次加分可能是5分、8分、10分。那它是比较良性的一个恋爱关系。这个算不算更在乎别人而忽略自己呢？不是吧？其实我觉得也不是，就是给这段感情一点磨合期，一点可能。Yes yes。哎，甜甜的笑了。你呢？我跟可心有点像，但是呈现方式不太一样。就是我认同说，对矛盾处理的方式，去决定你要不要在一起。但是在一起之后呢，如果遇到矛盾，你的第一个想法应该是去避免这个矛盾带来的负面的效应。对，有一句话就是，我们是要解决问题，而不是解决我们。每个人说起这些事情来，都是一番很成熟的表达。可多理论了。但真正处理问题的时候，就都是不行。问题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呈现。就是想问问大家，日常的交往过程中有哪些，比如说你们觉得另一半绝对不能做的事情？哇，这个问题有意思啊。不尊重别人的隐私。怎么不尊重？看你手机。对，偷偷翻手机，然后偷偷删好友。删好友我不能理解。哇，我 OK， 啊，你 OK 吗？我理解，随便。那你可以理解吗？我可以理解，我也觉得。可心紧跟着迪迪说。每个要看别人手机的人，他已经预设他一定会看到什么东西。对，如果他没有看到，他会说：“你看，你都藏干净了。”所以当你有这个举措的时候，那个关系就走向一个不够信任的程度。所以我是不建议我的也不看他的，他也别看我的，我们互相都不看。每个人有一个基础的隐私在那个地方。我也是觉得尽量就是尊重彼此，就是我觉得是对自己好。你不看对方是对自己好。没有人能笑着走出另一半的手机。对，我觉得是的。我倒是觉得是分什么，是过日子还是谈恋爱。过日子的话，我觉得这东西就是要坦诚说明，因为毕竟要过日子，肯定是两个人已经熟悉彼此的那个想法了。谈恋爱有时候模糊一点挺好的，就不必要所有事情都很较真，有点空间。对，留点空间给彼此，可能会画面会更美好一点。柳岩姐呢？我不看。一旦确定恋爱关系，我对对方是放养的状态的，就是随便你爱干嘛干嘛。然后还有一点，我觉得其实没有那么多的标准，就是需要你站在我身边的时候，你站在我身边就好了。我们准备了这么多，嘉宾们是不是也要回馈我们什么？好，我代表3号院出战。可以。然后，我给你们弹一首，好吧？好，弹一首独奏。这首歌如果翻译成中文是一天一天，然后这首歌对我来说，它的意义就是一天一天代表着时间的流逝，希望你们喜欢。好听哎。哇，这完全是迷妹的标准姿势。我也听过。而且他也没有刻意要做什么，就很投入在他的演奏当中，但是很多时候就很吸引。分辨。超棒，超棒！看一下。不是可以吗？有点傻傻。玲玲不自在，有一点。我有一首你肯定听过的，你看一下。暴风雨。哦，我超爱这一首。我很少听，但是我觉得这个很好听。这是我的年度循环歌曲哎。真的。
唱的不好啊，唱一首简单的英文歌，很短很短。哇，可以，期待了。 I'm just a little bit crossing the middle. Life is a maze, and life is a riddle. I don't know where to go. Can't do it alone. I try, and I don't know why. 超甜。 Slow it down, make it stop, or else my heart is going to pop. It is too 甜啊！我要是男生，我也动心。 to be something I'm not. I'm a fool out of 我会不会成为他的头号铁粉？ get enough. Just enjoying the show. 哇哦，甜美，可爱，好美好美。他也在录，等完回去被窝里面偷偷看。 就是很开心可以跟这么优秀的大家一起相聚，然后我也有很多很社恐的点，然后现在也在发抖，然后谢谢大家担待我，然后希望接下来能跟大家一起度过更多美好的时间。 哇！东道主的节目还没开始呢。来吧，新哥，solo。哦，来了，可以。其实我觉得可心也挺帅的，你觉得呢？这个时候还要我夸吗？我接下来要唱的这首歌，原因是因为今天聊天的时候突然讲到了“别离”二字，我发现我们都是挺怕面对别离的人。可能2周之后，我们就要回到各自的城市了。我希望我们能在结束之前都能成为彼此生命中特别的人。这文案都说得好好。送给大家接下来这一首歌。 银色小船摇摇晃晃，弯弯悬在绒绒的天上。你的心事闪闪亮亮蓝蓝，停在我悠悠心上。今晚可以写信给他吗？你说情到深处人怎能不孤独？ 爱到浓时就牵肠挂肚，我的心里孤孤单单散散惹惆怅。离人放逐到边界，仿佛走入第5个季节，昼夜乱了和谐。 超凡人心长腿，字典里没春天，依然挥霍着眼泪，回避迫在眼前的离别。你不肯说再见，我不敢想明天。有人说一次告别，天上就会有颗星。 又熄灭。还是那句话，希望最后我们说再见的时候，都已是彼此生命中特别且重要的人。哎呦，眼眶红润。完了，太拉垮了。 太拉垮了，好厉害！我以为你只会写词，要落泪了。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嗯，这段很明显，双向奔赴。嗯。
那我先谢今天的东道主行不行？行，我们今天东道主，谢谢东道主，辛苦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明天到我们了，明天来感受他们的这个地主之谊。哎，好奇，到底是哪个房间最差呢？反正不是我们啊。好，那你这么说的话，我们就别走了，我们不要让时间到明天。走了，走了，走吧。晚餐信息量太大了，我们就就着近聊吧。先说最后，可心的那首歌，迪迪很受触动。你们觉得迪迪是画面触动，还是歌词触动，还是被什么触他动的？不说了嘛，说他没想到你会写词，除了写词还会唱歌。就是当一个人的，就是突然的一种才能又展现出来，和他预设的不太一样的时候，他都会有一些想法。但我不知道，我作为女生角度，我觉得他想到了以前的事情。同意。我跟娜娜想的一样，那个迪迪他应该说被这个歌词也好，这个场景也好，他是触动了，然后撩拨到了过去的记忆，但是他从一开始到后来都在提醒自己不要陷得太深。应该是有这个感觉，为什么呢？因为可心在唱之前的最后一句话是献给大家这首歌叫做《特别的人》，祝愿我们不拉不拉。特别的人那时候专门给了迪迪一个镜头，他的眼神跑走了。我希望我们能在结束之前都能成为彼此生命中特别的人。就跑偏了，跑到别处去了，没有看着唱歌的人在想，对他应该说我不要被你拉进去。但是唱着唱着确实被拉进去了，应该想到之前的事情，然后表演结束之后又恢复到了那个状态。来，我们接着往下看。回家喽！回家喽！走走，哎，我们来聊聊天。我来啦！好烦我。哎呀，我就很想要有个室友，然后我就觉得，哇，老师，就主要是因为你的室友是男生，你又不好意思讲一些有的没的啊。我坐这儿可以吗？可以啊，可以啊，你坐。就是辛迪有点烦恼哈。哎，你有什么喜欢的人吗？你喜欢可心？我到现在哦，反正我们俩有啥说啥。我到现在我就是有点困惑。就是，我昨天写给他了嘛，是因为我真的非常非常想了解他。在我的生命里，我没有出现过这种内心世界超级富足的这样的人。然后今天我跟他接触完嘛，我就觉得他更厉害了，他更好了，在我心里。然后我们的相处会更加的愉快。但是，我只是想说，才第2天，我想多了解一下，对，然后来感知一下，因为我本来来这就是想见一见不同的跟我生命里没有交集的人的，我就觉得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日常关系中可以用情商处理，但是这种1对1的信件，他就怕有误会。没事，第2天而已，想写啥写啥。那这样的话，你可能确实需要跟可心说，那我觉得他是会理解的。森森怎么开始走心理辅导自己的问题呢？不考虑一下吗？好吧，我觉得我现在跟你有一样的问题是什么？我昨天写信给玲玲。为什么呢？因为昨天玲玲是在一大桌子人面前，然后她也不怎么说话。对。然后我就觉得她好神秘啊，我都不知道她是个什么样的人，所以我写给她，但是不是说我有多喜欢他，而是说，就我更想了解他，因为他现在对我来说是一个完全未知的人。我觉得我是属于那种，就是我一旦感觉你对我没啥意思，我的这个挫败感会相对来说比较强，就我会觉得不太安全，我想把我自己保护到一个比较安全的环境里。我觉得今天他对纯也是很直接，对，很直接，对。然后我就觉得他可能这样的话，就是没有到那种特别喜欢的部分。但我觉得我很尊重这件事情，对。然后今天
其实今天我觉得有一点可惜的是，我没有跟峰峰单独聊过。哦。我之前跟小新说，我觉得如果在日常生活中，就更有可能会成为我男朋友类型的那种。是峰峰吗？会是峰峰那种性格的人。哦，曾曾挺坦诚的。好吧，那我去写信吧。写吧，这个快乐的愉快时光。拜拜，拜拜。你们没有在聊天吗？要单独接触峰峰了。我觉得 OK 的。你们都没有在一起聊天吗？因为要准备写信了。大家不聊聊再写。哎，聊再写吗？你也可以直接写，你也可以。可以啊，我当然好了，你们拉 game 谈。哎，我觉得曾曾挺勇敢的，作为女生真的挺勇敢的。对，主动出击一下。那我坐这儿好了。那先聊一聊。聊。你怎么你在练起来了？哦，你还带了谱。他这有点明显的拒绝的那种样子啊。他可能也太明白自己要写给谁。timing 不太对。但曾曾他的跟沟通方式就有点奇怪，每次都是主动说我想跟你聊一下，很正式，莫名其妙就会给男生有一些压力在。你的这个小吉他上面的东西是你自己粘的吗？不是啊，贝壳。哦。咋了？没有，就是牛，没有，这只是没有。有点尴尬，真的。嗯，可心呢？不知道。哎呀，找话聊那种感觉也挺难受的。待会儿写完信其实还早，我们几个可以去泳池再听。可以啊，不是，就你也可以，比如说过一会儿，然后你再决定写信，然后你出去转一转都行。反正得先把正事做了嘛，得先写信。哎，是的，哎，你写吧，我回去了。曾曾很爱呈现出一个故作随性的样子。我很想看可心，我也很想看。我今天写完，我先看一眼。就我很好奇他的文笔会在刚开始的时候怎么展现出来。可以，赶紧我去让新哥回去写信，然后我先品读一下，然后我再去写我的东西。哎呀，好尴尬。他尴尬了会玩手机，我。对，是，昨天也是。我看一下，我刚才手机锁了。哎，好了。你这锁屏是什么？小李子？不是。哦 ，OK， 那是什么？那是个电影吗？不，就是一张图，网图。嗯。哎，什么声音？我写信。告诉，拜拜。写信。很明显那种不想聊。刚刚曾曾主动去找峰峰聊天，结果得到峰峰的一个拒绝。那很多人也会有这样的担心，甚至有些人有这样的经验。对。简单的分一下啊，咱们就把我主动找你可能得到结果分成3类。第一类是热烈欢迎，哎呀太好了，你终于来找我了。还有一类是非常排斥的抵触。其实这2种都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我跟你之间是有信息重合的。我喜欢你也是因为你身上有我喜欢的点，我讨厌你是因为我们一定重合了一个我不喜欢的点，都比较极端，比较少见。中间的是什么呢？就没感觉。那怎么办呢？继续相处，把真实的自己表达给对方，一旦有了重合，就有了聊天的基础。
怎么夹到手了？痛不痛？心不在焉。他怕他这封信传递出一些误会。没事，大胆写啊。一句话。啊？还真是一句话。他也喷了香水。纷纷好难啊！他觉得峰峰是他可能成为男朋友的样子，他进去以后得到的那种幻灭了吗？反馈，对。笑。没说话啊，峰峰出门了。哎，有点难受，有点难。用心配才对味。下面我们要进入的是蜜水柠檬心动竞猜环节，把你认为是他投信的那个对象贴到我们蜜水柠檬的答题板上。我们来想一下，如果今天猜错的成员，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惩罚？来个什么惩罚呢？用3种情绪描述，说你好坏哦。你好坏哦！天哪！哦，你好坏哦！我随便想，开玩笑的，开玩笑的。来一首歌嘛。今天都是那个晚会嘛，适合恋人和恋情的歌吧，悲伤的也可以。好，来。娜娜，你输吧，我想听你唱歌。唱因为爱情。那我把曾曾指定给你吧。对，曾曾给他。来，给他，来，曾曾给。可以。必唱。好，我们其他人凑一下。就那么不想听我唱歌吗？那我想听第一个，我听你唱。我肯定是那种好。就他吧。好猜的不得了，妈！我是怎么排除法？我猜的是可心，我也很好猜。我这个有点难。你那个也有点难，迪迪有点难。你是谁啊？峰峰，咱俩换吧，我也想听你唱歌。辛迪啊，我这太简单了，因为他俩简直就是锁定了啊。我的也简单。我这个应该。你的也简单。你也太简单了，你换了别人的。瞬息的。如果我是小曾的话，我会给可心写信，以朋友的角度写。银链写给迪迪啊？银链写给迪迪，这是怎么了？因为他喷了香水。哦。你想想看，这张喷了香水的纸能给谁？迪迪写给峰峰。这咋的了？我觉得他是被可心那个感动了，但是他实际上自己心里面晚上回来发现有跟自己预期的有落差。他想的应该可能还是另外一个。而且他跟曾曾的那一段话其实铺垫的就非常好。对，可心很好，但是我努力想喜欢，但确实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想要多了解。好，我们来看看谁唱歌吧，来。好无聊哦，聊会儿天。聊啊。只想坐会儿，有点无聊。真好，这天。
有点郁闷。但如果迪迪写了峰峰，简直是知难而上。嗯。我刚刚还跟曾曾聊了天。好喜欢里面每一首 BGM。聊了天。怎么聊的？就随便聊聊，不知道怎么办，就聊聊。我觉得迪迪这么自信的女孩，即便峰峰锁了，她有可能也会写。你今天唱歌挺漂亮的，真的。是吗？嗯，那个峰峰说哇，什么什么的，一顿夸赞。可爱，就是大家都可能都想再了解了解吧。我也想真的跟很多人了解了解。对，所以我觉得那就是峰峰了。峰峰，峰峰几峰？一个。哎，瞪大了眼睛。还有一个，有一朵花儿。你看这边又有哇，2分。纯纯给峰峰吗？肯定没问题。对，这个毫无疑问的。那峰峰多收的1封信是谁给的？迪迪啊。对啊，那是迪迪给的。迪迪或者曾。啊，纯纯挑的花，啊，我是有一点小小期待落空的，没有美丽的夕阳，海底的一天好像总不太完美。今年也是没有看到星星的一天，呜，晚安，好梦。哦。小姑娘在撒娇嘛，喜欢她的颜文字，这颜文字用得好。这个就是已经非常有恋爱的感觉。是的，是的。谈恋爱一定要看星星吗？对啊，没有你的陪伴，这星星再亮又有何用？啊，好紧张！又不对了快吗？了，快了，有点傻傻。峰峰，有点帅了啊！就是恋爱的嘴脸，就那种不知道自己笑了的样子。再看一遍，还在看那封信，一纯纯的。第2封信根本没管。哎，他舒了一口气。是不是曾曾？不是曾曾，是迪迪，肯定是迪迪。迪迪，迪迪，迪迪。匿名者啊，曾曾吗？小王子里有句话，有可能是曾曾。繁星之所以耀眼，是因为有一朵别人看不见的光；沙漠之所以美丽，是因为在某处藏着一口井。我觉得是曾曾，曾，一看就是曾曾，因为我们刚才看到迪迪就1行字。那我错了。哎，曾曾好让人猜不透啊。今天这一身很适合你，非常适合你。然后这个裙子也很美。啊，谢谢。其实我主要是想画这个耳环，不错，好看。哦，你看，其实聊挺多的，就是有一些细节。没有单独相处吗？他俩？对，不算吧。哎，那封信看完了一遍就。那么，迪迪是不是又还是写给了可心？空空如也，所以迪迪写给了弟弟。
者是还没有送过来，他出来早了。我只接受这个理由。对，给你信的时候，盒子里面旁边有个小木盒。这一次相遇很特别。40个人来。可心肯定非常失望了。但我觉得这个信号不好的是，第一天他写了，第二天他没写。他自己其实也很考虑这件事情，但是他还是想要跟随内心而走。一开始没写吧，都感觉还有希望。表达心意以后，相处一天没信了，大家就会思绪万千。他这一天得难受了，难受了，突然懵了。他肯定学到了呀。那就是可心写的。记得给今天水彩画取个名字，这一看就是可心写的。把今天共同的回忆也通过书信的方式再点出来。就画昨天那个吧，好不好？昨天那个晚霞。OK。对，其实挺幸福的。尚未提名的画作，让他取个名字。共鸣。那如果是1封的话，说明琳琳也没有把喷了香水的纸给迪迪，对，还是给了纯纯。这个行为怎么理解呢？他从姐姐那儿学了一招，用在了别人身上。对。那姐姐怎么回事呢？姐姐怎么会写给弟弟？我这一刻我感觉挺轻松。这一刻。对。为啥？就是因为我没有收到信。我不用去。你不用去担心别人的感情。对，我明天对于我来说是个。不是你为什么收到信会担心？他在给他自己没有收到信做一个解读。就收到信之后，我的注意力会不自觉的偏移，就失去判断。就是偏向他。对。他得给自己找一个能说得过去的理由，他自己能好受。那还明显还很难过的呀。对他就是难过，和收到信的状态完全不一样。就有的时候我分不清，比如说，别人对我好是喜欢还是只单纯的对我好啊？他也要审视一下。要不要擦一下？能收得到吗？就会莫名的为一些小细节感动。然后让自己放大，让自己陷入其中，然后下一个词就是自作多情，但是没关系，真的。我反而比较赞同迪迪这样做，比如说他把信写给别人，反而这一点会让我觉得他。很成熟，更有魄力。对，这就是值得我学习的点。对，不要做一棵树上吊死的人。那我可没做一棵树上吊死的人。谢谢。哎，怎么了？聊会儿天。
OK。你看他们今天晚上就会去处理新的菜，是不会等到隔天。我坐这边吧。嗯。就是我昨天不是给你写信吗？是因为我真的觉得你是我生命里见过的精神或者内心世界超级富足的人。然后我今天跟你相处下来，我发现比我想象的还要更富足，就是还要更有东西，会让我觉得更加的有人格魅力了。但是我今天，我其实是想给你解释的，我没有写信给你，是因为为什么要解释？不要解释。因为还得相处嘛，可能怕尴尬。不要解释。我只是觉得2天太短了，然后我想更多的了解。目前为止，我的信就只有了解这么简单，甚至都没有到好感这件事情。这跟情感、好感、喜欢、爱这件事情，其实不用说那么多。哇，你看，其实我会想一些，但是也不会想的那么严肃。毕竟才2天嘛。对啊，就是我也记得那句话，你说要来找自己嘛，多给自己一些空间。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个人的自由。他是安慰他嘛，说不要弄那么严肃。比如说我今天，我之所以，要写给你，因为感觉我有被关照。对，就感觉不论是你帮我夹菜啊，谢谢，或者是我受伤时你的问候。不行，这要搞一下吧，看一下。我心里会记住，就是我是属于那种有一点小感动，就会暗潮汹涌的人。有好感的人都会把这些记到心里去的。我可能跟你有点像的是，我心思也很细腻，我对感情也很苛刻，所以我才要跟你解释。如果是其他的人的话，其他性格的人跟我性格不是很像的人的话，我就不会跟他解释这些。你能感觉到我有话会直接讲，然后我也没办法藏着掖着什么的，我很表面的。毕竟才2天，没有什么事情需要解释。对，我同意。玲玲是不是又给他写？玲玲的在这儿。这么长。春春，我出门了。哦，峰峰，我出门了。伞的意义是在帮别人撑 ，OK？ 老母鸡高汤面就做好了，然后再配一个小美辣，哎，完美。挺可爱的。快吃。超棒，超棒。一打开香晕了。哇，今天文字也很多。第一句话就难受，我就疯了。今天真正记住了你的名字，哈哈哈！
早上你做的棉花糖，虽然可能是正好我站在那里，你拿给我，我挺开心的。对了，谢谢你送的防晒霜，救命症。防晒霜和那个棉花，我怎么这么了解？2个讯号鼓励到了他。我跟你讲，他特别像一个小学生的日记。觉得没有上下没有关联。爱你孤身走岸上，玲玲肯定马上唱下一段。你好坏啊！还小男孩。那给你，好100倍，谢谢。可能要纯纯来做才比较甜。给你带防晒。带防晒吗？啊！你冷吗？我还好。干了吗？来，给你擦水。我感觉玲玲确实还没长大。嗯，对，挺可爱，挺单纯的。吉他马上砸了，吉他放下来了。哇，区别对待。好了，咱们今天的15分钟，但是好像在下雨。今天我们的信封好多信呢。哎呀，书味很重。你的也是啊，我看到你很满多，满当当我也看到了。那我在你之前去的吧？那你再去一趟，说不定还有惊喜啊！再看一下。等下取都取完了，真的是。进来吧。你看看吧，你看看，有东西我跳水。你看看，可以吧？真的有封信？还有一封信，是不是惊喜？这个是，是不是？啊，这样子是吗？那你好了，叫我。他收了3封信，难道我要对了？不是吧？3封信。我说什么来着？他已经收到3封信了。今天聊完，对我的印象还是只有漂亮吗？啊！太会了，迪姐。第一天他给他的形容词是漂亮，我觉得这封信写的挺，也像出招了。完了完了完了，他们俩的变量出现了。帅啊！身体是美丽，谢谢，真棒，真优秀，真棒，哇 ！This for you， 谢谢。我希望我的男朋友永远快乐。阳光，是吗？哇！我觉得如果在日常生活中，就更有可能会成为我男朋友类型的那种。是峰峰吗？会是峰峰那种性格的人。今天我其实跟峰峰他有聊天，我们俩会觉得他是个非常非常非常开心的人。其实，在我的生命里，这样的人我也没有接触过。我确实想了解一下那个峰峰的。Oh my god！ 如果今天晚上我们俩写信给一个人，你会 OK？ 我 OK 啊。缘妙不可言。哎，缘妙不可言。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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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迪有挑战了，因为纯纯跟峰峰已经锁了。迪迪有把握。哇！谁对了？先揭晓答案。我对嘞。错了，我们猜错了曾曾。我对了，我的也对了。对，我跟娜娜错了。
姜老师，你想在娜娜前面唱还是后面唱？我想把我的机会也拜托娜娜，因为我不会唱歌，真的。我们就要谁要听会唱？哦，这个意思啊。我们就要听不会唱。全开麦，全开麦。稀碎的那种，嗯。那你点一首吧，《孤勇者》。孤勇者会不会唱？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努力了，努力了，努力了。行了，行了，娜娜。那我就唱那个跟夏天有关的嘛。太好了。你要不就这么唱 ？OK。你想你还想怎么样？播个伴奏。像踩的那个缝纫机唱。没事，你唱，我都喜欢。夏天的风，我永远记得清清楚楚，我的说你爱我。我看见你苦苦的笑容，也有腼腆的时候。好听。每次准备一首跟夏天有关的歌。可以啊，我准备好了。夏天，夏天悄悄过去。哎，这个可以，下一期上这个。对对，有机会的话。那我们再浅聊一下刚刚所有的选择吧，有谁是各位觉得可能会变成下一期的不稳定因素的？迪迪峰峰不存在不稳定因素，就是戏更好看了。你觉得迪迪有可能能撬动现在看起来好像已经挺稳定的关系吗？我觉得有可能撬动。我觉得下一期峰峰会改变。不一定是选择纯纯，给了机会，说不定人就会有一些触动啊。我倒不觉得峰峰会变，对，因为他们俩聊的时候是迪迪更有兴趣一些，峰峰是完全 no 全挡住了，对吧？但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他在最后读完这封信盖起来，他说了2个字，他说完了。完了。就是如果他对迪迪一样是对曾曾那样的态度，他不会说完了，他肯定就觉得那这个事情也撼动不了我跟纯纯之间的感情。我当时觉得那个完了是指的，因为我1v3，所以接下来局面很难弄。不是特指迪迪，男生会怕麻烦，至少要得罪2个女生嘛。这个肯定要我也完了。哦，他不是针对迪迪。总之，我们看短短2天的时间，在这一个小院子里，6个年轻人已经发酵出很多出乎我们意料的情感关系了。那我们就下周的时候继续看小院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好不好？我们下周见喽，拜拜，下周见。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感谢指定社区问答知乎，深度合作问卷调研平台问卷网。登录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搜索“相遇的夏天”，参与话题互动 ，get 更多精彩内容。打开微信搜一搜，搜索“相遇的夏天”，看更多精彩内容。你的热爱正在热播。